9月20日發現第一個受害人，死者身上發現有幾廿個窿，鑑證科懷疑兇器係電鑽。 这是一部删减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才能在内地上映的电影，但删减后的故事缺乏连贯性，结局也被改得体无完肤。当时观影后的观众全都是一头雾水，感觉就像看了个寂寞。最终，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以及口碑双双滑铁卢，甚至被贴上了烂片的标识。直到后来2小时的完整版被放出，大家才知道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了的犯罪悬疑电影，也终于明白了当年的郭天王为何能够凭借此片提名金像奖影帝。虽然最后遗憾败给了老牌明星任达华，但是郭天王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绝对算得上是顶尖水平。他那歇斯底里的表演，直接把一个变态杀人魔给演活了。看到这个画面，你敢相信这个人就是那个潇洒帅气的郭天王吗？ 影片的一开始，一个男人被人从7楼抛了下去，倒在血泊中的男人还在蠕动。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被抛下楼的是快要退休的警察泰叔，背上有多个电钻钻孔。警方判断凶手是最近出现的电钻杀人魔。就在这时，又传来了消息，重案一组组长林光被发现晕倒在7楼的走廊上。接着画面来到医院里，和泰叔同组的队员们都非常的气愤，因为他们调查了泰叔的通话记录，是林光约泰叔去的那里。可为什么杀人魔偏偏只杀泰叔，而林光却只是被打晕了？听到这里的阿鬼自然是维护自己的搭档兼组长林光的，更何况现在林光的老婆和孩子还在场，说一切等林光醒来后自有定论。可2组的队员们早就心急如焚了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差点打了起来。好在领导及时赶来，才没闹出更大的动静。可让阿鬼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醒来的林光却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医生说是因为头部遭到重创导致的暂时性失忆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接着林光来到泰叔的病床前，此时的泰叔已经成为了植物人。阿鬼说，案发当天只有泰叔和林光去过那栋大厦，监控并没有拍到其他可疑人物，而且泰叔的指甲中只发现了林光的衣服纤维，所以2组的人才会怀疑林光。林光非常的懊恼，他痛恨失忆的自己，为了尽快查明真相，他来不及休息，而是立马来到警局，准备亲手抓住那个凶手。阿鬼重新向他介绍了整起案件，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算上泰叔已经有3个人遇害了，受害者身上都有很多钻孔，肯定是同一人所为。但前2名死者都是守法公民，既没有欠款，也没有仇家，所以调查一直都没有进展，而且这个案子也一直都是林光负责的。说到这里，他的脑海里开始有一点印象了，但接下来奇怪的来了，受害者遇害的时间都是林光休假的时候。最后阿鬼还叮嘱他，案发地都是在林光家附近，让他和家人最近也要小心点才行。阿鬼虽然没有明说，但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林光有很大的嫌疑，难怪2组的队员们会那么冲动。接着2人再次来到泰叔遇害的案发地查看，在泵房里发现了一只被放了血的猴子和一个带血的电钻。经过检测，电钻上的确含有泰叔的血液成分，是凶器无疑了，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指纹。林光回到家后，试图让妻子回忆一下案发的那几天他都在干什么，可妻子却表示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泰叔遇害那天，林光着急忙慌的出去了。林光听后非常的着急，可没多久却在儿子仔仔的玩具上看到了大量的钻孔，急忙询问是咋回事，可仔仔却說：你轉埋人哋啲嘢㗎咯。原因冇。林光的脑袋當時就不靈光了，他急忙來到雜物間，發現自家的電鑽真的不見了，正慌張呢，一轉頭又在門框上發現了2個帶血的鑽孔，門後面還有一個帶血的掌印，而且和他的手掌完全吻合。這下林光徹底慌了，他急忙用釘子堵住鑽孔，又用油漆將鑽孔和掌印都掩蓋起來。可此時的他已經接近崩潰，他不得不懷疑，難道自己真的就是那個電鑽殺人魔嗎？他還是不肯相信這些，斷定是有人陷害自己。可第2天他就又發現門框上的鑽孔又出現了，釘子也不翼而飛了。與此同時，不遠處的破房子裡又發生了一起案件。这个女人拖着满身伤痕的身体，拼命地向外爬去。女人非常的痛苦，她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因为眼睛里被刺入了2根钢钉。她摸索着爬到路边，可下1秒就被一辆卡车碾了过去。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，重案组组长林光看着不成人形的尸体，他没有吐，而是直接愣在原地，因为女尸眼中的钢钉正是他之前插入门框中的那2根。他再一次怀疑自己就是电钻杀人魔。此时的他精神已经极度崩溃，一方面他完全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凶手，可另一方面找到的证据全都指向他，但他选择隐藏这些线索，因为他还是认为有人故意陷害自己，加上几个死者的死亡地点都在他家附近，他推断凶手应该就在他身边。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，弄清真相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回自己的记忆。他再次找到医生，可这次医生却告诉他，他的失忆并不是因为头部创伤造成的，而是因为他一直在服用一种药物导致的。这种药平时只会给极度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服用，而林光的血液中就含有大量这种药物的成分。听到这里的林光更加确信是有人在陷害自己了，调查起案件也更有底气了。很快他
他们又发现死者身上的钻孔并不是随机的，反而更像一个兔子的图案。这下灵光又不淡定了，因为这个图案和他死去的儿子画的兔子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根本没人知道这个图案才对。他变得更害怕了，又是一个不利的证据指向了他。这天阿鬼来家里做客，灵光妹妹翻出一些老照片给阿鬼看，灵光却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童年时和邻居小孩的合照，他这才意识到之前的几个死者除了太叔都是他小时候的邻居。照片后的名字更加确认了这一点。为了避免被阿鬼看到，他偷偷将照片藏了起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却忽然报来了一些画，其中就有那个兔子的图案。阿鬼看到后询问仔仔怎么会画这个画，可仔仔却说係爸爸畫嘅。这下阿鬼对灵光的信任开始崩塌了，但他没有当场戳穿灵光，毕竟他的家人还在。可回到警局后，却又在女死者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没错，正是和灵光发现的那张是一样的。阿鬼也看出了其中的异常，于是第二天就找到了灵光，拿着照片让灵光给一个解释。灵光断定自己不是凶手，可一切不利的证据使他百口莫辩，两人还争执了起来。阿鬼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，直接滚下了大坝。本来他还没有死，可是由于阿鬼一直坚持要揭发灵光，甚至拿出手机要报警，这直接把灵光给逼急了，逼到神志不清。他不想被抓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杀人犯，他想查出凶手是谁，可最后却因为情绪太过激动，把阿鬼给掐死了。这下好了，他真的成为了杀人犯。他若无其事的回到家，当着家人的面接听了同事的电话，然后再次来到阿鬼遇害的现场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，但其实他内心也非常的煎熬。第二天，他又独自来到这里，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会给阿鬼一个交代。忽然，一个乞丐在身后出现，他断定此人就是凶手。可一番追逐后，还是被那人给跑掉了。无奈，他再次回到家中，可却又在杂物间的门上发现了那张照片。正当他纳闷是谁貼上去的时候，忽然在背景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孩。阿媽，你開始咗第二大哥。哥哥，我係阿平啦而家。接着他看向了自己的兒子仔仔。我咯，乞衣仔啊！世界係邊有咁多鬼啊？有，都喺你個心度啦。我係乞衣仔，係人，唔係鬼。你究竟係邊個？这个男孩得了不老症，明明已经40岁了，却有着6岁的身体。30多年前，原本生活在南阳的仔仔，因为常年不长身体，被村里人当成了怪胎，母亲只好带着他偷渡到香港，寻找仔仔的亲生父亲。可此时，他的父亲已经又娶了一个有钱的妻子，为了不被发现，父亲便将这孤儿寡母给赶出了门。之后，娘俩就艰难的在这里生活着。为了能让仔仔吃顿肉，母亲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。可没过多久，母亲便因病去世了，所以仔仔就一直充当小孩子的形象，被不同的人收养。但因为身体停止成长，早晚会被发现，所以他就学会拐卖人家的小孩来赚钱。期间，他还被人抓去研究过，又恰巧认识了患有早衰症的乞丐。在仔仔的教唆下，两人一起逃出了研究院。更加巧合的是，后来仔仔又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灵光收养，因为他长得很像灵光不幸去世的儿子，血缘关系在那摆着呢，不像才怪。可此时的灵光两口子还不知道，他们这是收养了一个小恶魔。仔仔清楚的记得，当初灵光和邻居们一起欺负自己，于是就秘密策划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在那个乞丐的帮助下，将当年欺负过他的人通通杀掉了。得知真相的灵光大为震惊，可他却不明白仔仔为什么要杀害太叔。仔仔的回答是因为之前的一次聚会上，太叔曾嘲讽他1年了怎么不见长高。灵光听后大怒，直接抱起仔仔要扔下楼，可仔仔却用哭声引来了灵光的妻子和妹妹。无论灵光说什么，两人都不肯相信，还埋怨灵光脑子是不是秀逗了。没多久，B组的成员们正式将灵光列为了嫌疑人。可面对审问，他也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所以就一直重复着他要保释，因为没有直接证据。最后灵光也真的被妻子保释了出来，两人还一起吃了晚餐。期间，灵光再次向妻子说出了真相，可妻子一时间根本无法相信，反而鼓励灵光尽快振作起来。第二天，灵光趁妻子不注意，偷偷带着仔仔去海边游泳，实则他是想淹死他，可没想到被扔進水里的仔仔却悠闲地仰泳了起来。我一個人可以生存到而家，你唔諗住有隻呢個爛鬼浮頭，我哋驚啦嘛。靈光見狀便警告他不要對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下手，可仔仔卻說這要看他們夠不夠笨了，如果一直這樣笨下去，當然就不會有危險。靈光聽後放心了許多，接着又問他到底想幹什麼。仔仔卻說你和你母親搶走了我的父親，害我過得這麼慘，我也不要你去死，但我要你去坐牢，所以我才在你的蛋糕裡下迷藥，讓你暫時性的失業，再製造各種證據指向你。現在的你就是電鑽殺人魔，很快就會被警察給抓捕的。聽到這些的靈光徹底怒了，說我現在一隻手就能掐死你，我就不信在這裡那個乞丐還能來幫你。可仔仔卻說那你知道他現在在哪嗎？我又為何這麼輕易的被你帶來這裡嗎？靈光立馬意識到了妻子有危險，急忙往家中游去。可等他趕回家中時，卻在餐廳門口發現了一把帶血的刀。他顫抖着走進房內，卻在烤箱裡看到了一撮帶血的頭髮。
这一刻他彻底崩溃了，倒在地上痛哭着。忽然電話里傳來了留言聲：喂，凌太，標準化驗所夫人打電話嚟㗎，你頭先預約個 booking OK 咗啦，聽日中午12點半。原来妻子相信了他的话，预约了仔仔的血液化验，这才惨遭毒手。他愤怒地冲向外面，想找仔仔报仇，可他却早就返回了家中，隔着玻璃门插起了腰，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灵光疯狂地砸着门，那个乞丐却忽然出现在身后，好在他及时发现，才没被电钻钻到。就在两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，仔仔就趁机逃跑了。此时已经疯狂的灵光，最终残忍地杀害了乞丐，然后拿着电钻继续去找仔仔报仇，那表情感觉已经彻底疯掉了的样子。最后他在一个高崖边上堵住了仔仔，灵光拿着电锯恐吓着他，可这时警察却赶到了现场，仔仔则又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，因为眼前的这一幕更加证实了灵光就是电钻杀人魔。已經冇機會啦，爸，好彩我哋有呢個好細妹。听到这话的灵光直接又失去了理智，举起电钻就要对他下手，可结果还是被枪击中，最终仔仔再次被救了下来。灵光则被以杀人犯的身份关进了精神病院，而此时他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出去报仇。可他真的还能出去吗？影片的最后，警局的领导看着灵光小时候的合照，也在背景里发现了那个和仔仔非常相似的男孩。那么你觉得这会是灵光翻案的转机吗？